澈，更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如果算作情杀，它多了带血的纱布；如果是轻财，它多了抛尸的行为。所以会不会是两个案件交织在一起？那就要回到案件的起点，情杀。这个案子有个意思的地方在于，我们走得越深，发现的疑点就比原来更多。您应该去当一个演员，光是模仿人这一点，您都能拿奥斯卡了，是不是？陈彪，除了脸，我们真的是不像兄弟。我正在路上呢，猜我今天是怎么过来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开着我爸送我的新车呢。真的，我考上驾照。跑！往哪儿跑？还钱！没钱！没钱！打！住手！停！你谁呀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不捡！你钱还不捡？滚！没有下一次，走。儿子，你没有考上大学，又有打架斗殴的前科，你就替我和你哥牺牲一下好吗？你有什么权利让我替他顶罪？我是没这个权利。你哥已经被名牌大学录取了，将来就是咱们企业的接班人，你就为这个家牺牲一下，行吗？如果我妈还活着，你觉得她会同意吗？你妈就是被你气死的。你就为了你妈和这个家也得牺牲一下，不是吗？7年，我的人生就完了。你还需要我给你跪下吗，儿子？不用，我们给彼此留点脸面吧。
明白了，在你心中，我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。要怪只能怪我自己，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出息，却偏偏长了一张跟我哥一样的脸。儿子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出来，家里的一半财产给你，好吗？儿子。爸，如果我跟我哥一样有出息，你还会这样要求我吗？原来我生下来就是被用来做比较的，就像一下买了2辆一样的车，坏了的那辆就要被一点一点拆掉，当做另一辆的零件。我在牢里的时候，我爸把公司全都给了他。我出来找到他，他竟然翻脸不认人。他甚至说，我现在就可以去自首，但最终关进去的会是我们2个人。我不想再进监狱了，我怕了。我知道，自从我答应替他负责任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没有价值了。我爸只需要一个有用的儿子，一个就够了。我没有任何价值。你杀武力学是蓄谋已久，还是临时起意？我按武力学的要求，把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医生杀了。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，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杀人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。那个时候，摆在我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要么做已经烂掉的陈彪，一辈子背井离乡、隐姓埋名；要么干脆取代武力学，把他夺走的原本属于我的生活拿回来。你并不缺钱，所以盗取盐酸镁沙酮也是你隐藏犯罪动机的手段，是吗？对，还有那10万元和那把刀，都是我故意放在房子里的。我希望把你们的目光转向陈彪，然后随着陈彪的消失，让案子变成悬案。我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干掉武力学，然后藏身在他的名字底下。所以我把那个医生的尸体带到废弃的精器官厂给烧了。所以你就跟阮芳联手了？那个女人贪图富贵，又胆小怕事。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你要钱找老五去啊，别在这儿给我哭穷啊！我跟你见面，你还没蠢到告诉他的地步吧？我这儿有什么动静，他能不知道吗？李格华已经死了。那看来我要谢谢你了，今天还能坐在这儿。你今天来，也不是好心来告诉我让我逃跑的吧？我跟你都跑不了。
我可以打电话报警啊，我也可以给精神病院打电话。精神病院。吴立学的遗嘱里没有你的名字，不会不知道吧？你是要过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还是要自由？你自己选择。但也可以，你既过着现在的生活，又拥有自由。就是我们俩，你和我们俩联手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嗯。是啊，我是他的附属品，你是他的替代品，我们都不是自己。对，我们都不是以前的自己了。说吧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。我让阮芳给他下了安眠药，然后我用那把干掉李克华的刀插进了他的心脏。现在我们互不相欠了。没想到，我骗过了吴立学身边所有的人，却没能骗过你们。对于法医来说，一切伤口都是有价值的。你对死者做的一切，尸体最终都会告诉我们原因。除此之外，犯罪者身上的每一处伤痕也会告诉我们案发当时的情况。是你的牙齿在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一个公司的老总更像我们要抓的吸毒者。武力学是一个很自恋的人，他甚至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自己的相片。但是现在的办公室里这些都没有了。我讨厌自己跟他长得一样，但可悲的是，为了变成他的样子，你不得不戴上他的眼镜，甚至都没有时间去配一副平光的。每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就像看到那个被我亲手干掉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你一直模仿你哥哥的习惯，这也是想要亲近他的表现。亲近？你知道做别人影子的感觉吗？你跟他有着一模一样的脸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。命运是你自己的。你觉得有这么一个哥哥，是你的不幸。那对于你哥哥来说呢？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是他的幸运吗？一个细胞里，却分裂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是吗？命运可不是你对面的罪犯，你想抓就可以抓。命运是没有破绽的，它可以强攻，
也可以反扑，你早晚会感受到。命运也是不断的选择，别等你选择错了，知道了结果不好，再去苛责命运。你以为善良很容易？善良太难了。善良拔掉牙齿就是软弱，善良带上武器就是恶意。陈彪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带走。是。
大宝，老秦呢？没来呢。他平常不都是提前到的吗？今天是怎么了？是啊。哎，5、4、3、2、1，迟到！老秦，你也有今天啊？怎么说来着那句话？迟到那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态度问题。态度有问题，一个人都做不好，怎么做法医？你说他这个从来不迟到的人，今天迟到了。昨晚他干什么去了？对啊，干嘛去了呢？哎，你也是啊，人白天没来，你问人晚上干嘛去了？晚上还能干嘛去呀？睡觉。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晚点就晚点吧。哼。我觉得吧，咱们的秦嫂应该是个长头发，特温柔，大长腿，还不还嘴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可是咱法医界的大事儿。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庆祝庆祝？我知道该怎么好好给他一个惊喜。是得好好策划策划。要让我们的秦嫂感受一下我们龙帆市法医的热情与好客。秦宋，怎么是关于你父亲的？报告叔叔，您是犯罪心理方面的专家，我这次来主要是有些事情想请教您。我这6个月以来经手的案件中，不断的出现死者或者凶手缺少臼齿的迹象，我怀疑是某个连环凶手留下的个人印记。直到昨天晚上，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，除了这些文件之外，他还留下了这个臼齿。你的连环杀人犯迫不及待地找你了。他在操纵你情绪的过程中，已经不满足于现状。他用你父亲的死来引起你的注意，说明他是一个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。一个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却没能抑制自己的犯罪欲望，他的心理诚意很可能是通过暂时的借口或者合理化的理由，综合了他杀人的罪恶感，这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我安慰行为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在这个人的眼中，我才是有罪的，而他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？这份残缺的检举材料涉及到你父亲的渎职畏罪自杀，这一案件重新被提起，可能意味着这起案件中经办人不止一个。你父亲的渎职罪名可能不成立。看来，不管是眼下的案件，还是我父亲的真实死因，都要从他20年前经办的最后一个案件查起。你好，彩排在墙上，自己看一下哈。王婷婷是您女儿吧？您别误会，
我这次来找你，没有要翻旧账的意思，只是有些事情我一定要了解一下。秦宋这个名字耳熟吗？我不认识。这个人20年前因为你女儿的案子跳楼自杀了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他？秦宋，我真不认识他。那我再帮你回想一下，当时递尸检报告给你的那个法医，他是我的父亲。不是这个人，当年负责案子的法医是另外一个人。不是这个人，那是谁？他姓樊，叫樊姐。樊先生现在在房间里休息，他一般都不太愿意出来活动。谢谢。长时间照不到阳光，屋里就会变得阴暗。人心也是一样。你是秦明？躲了20年的人，该来的还是找来了。我自己是学医的，也知道这些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可是还是忍不住想试。试了，多少有点安慰。然后就继续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待着。孩子，当年你的父亲有我的把柄，他写了我的材料，准备检举。可是以后不该跳楼的，该好好活着的，你的父亲却跳了楼。你是这么想的吗？你说这些我都知道。我来这就是想问你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当时我的爱人要做心脏手术，我需要那笔钱。仅仅就是因为钱？对。你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原本打算给他钱，让他念在老同事的情分上，放我一马。老弟啊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再怎么说，你当年当科长的时候，我樊姐也是帮你说了不少好话的。证据面前没有人情，身为证据的提供者，为了一己私利编造证据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提供的证据是会左右量刑的。你难道忘了我们穿上警服时所宣过的誓吗？秦宋啊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了，哥就完了。哥求你了。我没有权利原谅你。
我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相，有的错可以犯，有的不能。事儿既然已经做了，就得承担后果。这封检举信明天就会出现在局长的办公桌上。秦松，你听我说。 你我都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我也很清楚我现在的处境。我不明白为什么黑白会被颠倒，但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哪怕没人相信我，我秦颂问心无愧。后来，我为没发生什么事儿而感到侥幸。 当时我就在想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，我再也不做这样的事儿了。我的父亲来不及检举你，材料递交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就去世了。 你应该多晒晒太阳，多透透气，对身体有好处。还有一件事，或许你想知道，你父亲坠楼那天晚上，还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我得知你父亲坠楼身亡的那天晚上。 我就担心那封检举信被曝光，趁你们秦家正忙后事，家里没人的时候，看看能不能把那封检举信偷出来。检举信不见了，我不能确定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男的，可他确实是从书房里跑出来的。关于那封检举信，我就知道这些了。谢谢。 如果这是天意，你还会往下查吗？比起顺应天意，人更擅长编造谎言。你的父亲去世以后，我的内心始终在忏悔。 看一个人的忏悔，要看他是否恐惧。老去不是惩罚，心怀不安的日渐老去才是。
着威胁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游戏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唇齿的成了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狼烟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归手起无还佛心。你以为善良很容易，善良太难了。善良拔掉牙齿就是软弱，善良带上武器就是恶意。也是法医，就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杀害朋友，栽赃嫁祸，徇私舞弊。你觉得你对得起你的职业跟朋友吗？有目击者声称，在现场看到了秦明。秦明？